夏洛特刚准备开业，就看到了门口熟悉的身影，波杰克正在门口等待自己，邀请自己去喝一杯。波杰克告诉夏洛特，虽然现在是早上8点，但是洛杉矶已经下午5点了。夏洛特一眼看出波杰克的状态有点糟糕，拉过他的手，决定带他去自己家。波杰克感叹能见到夏洛特真好，而夏洛特也迫不及待的准备让波杰克见见自己的老公凯尔和自己的孩子们了，姐姐佩妮和弟弟特朗普。波杰克坐在这幸福的一家人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佩妮问波杰克，你哪位？好嘛，原来夏洛特从来没有在自己家人面前讲过自己曾经在洛杉矶时发生的事。佩妮忽然惊呼，自己的弟弟特朗普又硬了。夏洛特告诉儿子，这可是在早餐桌旁，到底周围有什么可以吸引儿子的兴趣？难道是这个坐在旁边的老人吗？波杰克对于自己已经是老人的事有些无语。特朗普表示自己只是因为完成了麦片盒背后的迷宫就这样了。凯尔问波杰克到底是什么风把他给吹来了，大家也对为什么波杰克要来新墨西哥感兴趣。佩妮一针见血地说，你来不会就是为了见我妈吧？波杰克尴尬地找了个理由，说自己是为了在海边买一艘船，路过夏洛特完美的家来打个招呼，正好来了个电话解决波杰克的窘境。卡洛琳话没说完，波杰克已经演了起来，直到走到门外才恢复如常地回复他。卡洛琳告诉波杰克，你特别蠢是吧？再不从特苏基赶回来就会被告了。夏洛特出门和波杰克闲聊了几句，佩妮走出来告诉母亲，本来父亲要带自己去学车的，现在因为特朗普的蠢球赛现在去不了了，而母亲等下也要去店里，没人陪自己，唯一的闲人波杰克只有肩负重任。佩妮看着波杰克的破车在大道上缓慢行驶，波杰克在一旁指挥。波杰克提了个问题，你觉得父母是真的相爱，还是为了孩子们将就凑合？佩妮回答不上来。波杰克意识到两人已经好几次经过某栋房子的门口了，难道房子里住了帅哥，还是说佩妮的死对头？佩妮拗不过唠叨的老马，告诉他那是迪亚哥门多塞的家，那个男孩时常和自己打招呼，似乎已经成为日常。周围的人都说他会邀请自己一起参加舞会，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淡定的女孩。波杰克吐槽，淡定女孩会在人家门口开来开去吗？佩妮表示，你不懂，我这么做是为了等下看到他假装偶遇。老马表示，你们年轻人真会玩。佩妮回道，难道有你在新墨西哥州买船好玩？所以你到底是来干嘛的？波杰克叹了口气，因为很不喜欢自己在洛杉矶的状态，但又无处可去，希望佩妮不要告诉他爸妈。佩妮答应了，但是如果波杰克去了船舶展却没有买船回来，大家肯定会注意到。就在这时，迪亚哥从家里走出来，佩妮慌张地发动引擎，撞在了路标上。佩妮请求波杰克不要告诉父母自己把波杰克的车给撞坏了。就这样，两个代沟如鸿沟的人之间相互有了秘密。波杰克和佩妮还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艘轮船，专门开到了夏洛特家门口。特朗普兴奋地冲了上去。夏洛特问波杰克他的车去哪儿了。波杰克豪爽地说，都有轮船了，还要啥小轿车？佩妮提议给这艘船取名叫逃离洛杉矶。波杰克觉得不错，这名字没有性别之分，而凯尔却走上前，一边爱抚船身，一边说，这小妹真不错。波杰克不敢相信，你难道是在他喵的和我的船调情吗？凯尔说自己在开玩笑呢，自己是家里的孝心，但是嘴里骚话依旧不停。这下船也买了，波杰克没有理由再待在这里了。夏洛特倒觉得波杰克也可以不用这么着急回家，至少可以待到周末，不用怕麻烦，毕竟每个人都很喜欢他。每个人？波杰克有些迟疑，但也没说什么。卡洛琳再次给波杰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了一个好消息，他可以去纽约见吉尔皮尔了。波杰克表示，吉尔皮尔谁在乎啊，自己就要在这里待到周一，烂摊子就随他烂吧。挂断电话后，波杰克一脚踩碎了自己的手机，现在他只想好好放松一天。就这样，2个月后，夏洛特一家似乎已经习惯了家的旁边多了一艘船，还有一个多出来的家人。就像往常一样的家庭饭桌上，凯尔说了个巨冷的笑话，佩妮受不了父亲的笑话，转身离开。气走了佩妮后，波杰克认为自己应该去和他聊聊。原来佩妮是因为迪亚哥一直没邀请自己，所以才心情不好，自己的主动邀请却被他拒绝了。最重要的是，另一个女孩莱拉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迪亚哥也回复了，可这明明就是自己和他的小习惯。波杰克听后告诉他，自己虽然从不喜欢说学校里的人坏话，不过这个莱拉肯
肯定是个小绿茶。佩妮同意了波杰克的看法，不过很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这样觉得。波杰克提议干脆带自己去晚会，如果你和迪亚哥一起，一定一晚上都会很紧张，而带自己可以很放松的玩。迪亚哥看到你没有他依旧玩得很开心，一定会超级嫉妒。他上前打招呼，你就高冷回应，要是他邀请你跳舞，那你就吊着他。佩妮觉得这主意不错，告诉自己的父亲波杰克要和自己一起去。看样子可怜的老父亲已经做好了准备，结果被老马给插了队。在佩妮准备去参加舞会前，夏洛特和凯尔拍了超级多的照片。这一行为引起了佩妮好闺蜜麦蒂的不满，直呼这种行为太 low 了。麦蒂的舞伴是什么都要说2遍的二皮特。佩妮开车载众人去参加舞会，波杰克注意到麦蒂在喝酒，作为成年人默默收缴了这个违禁物品，接着自己痛饮一口。咦，怎么是红酒勾兑的伏特加？波杰克吐槽小朋友摄入这么多糖分可不好，接着伸手倒掉了这个勾兑酒。波杰克决定带这群小屁孩去喝点好的，例如兑水波本。到了舞会现场，麦蒂喝了一口，被辣得不行。波杰克笑道：“这可不是果汁。”佩妮看到一旁的莱拉，羡慕地说：“他可真辣。”波杰克打断了佩妮，告诉他还没你好看。注意到场子里的异常安静，波杰克决定让场子热起来。没想到自己的操作遭到了一众小年轻的嫌弃。波杰克决定带着佩妮一行人离开。麦蒂已经喝得有点上头了，他觉得波杰克说的不错，于是老马带着3个年轻人决定去外面嗨，还顺手拿走了一把气球。远离城市的偏僻旷野上，波杰克放飞了一个个沾着荧光棒的气球，像星火一般飘向远方。大家感叹着眼前的美景，佩妮提议干脆爬到塔顶上去，这样城市的美景就会尽收眼底。阿皮特留下照顾喝醉的麦蒂，佩妮和波杰克登上了塔顶，看着繁星点点的天空里飘荡的荧光气球，佩妮很庆幸自己逃离了那场无聊的舞会，但没有跳成舞还是有些遗憾。波杰克表示那不如就跳一支吧。佩妮掏出手机搜索了自己最爱的歌，接着2人搭着肩就这样在塔顶起舞。波杰克望着佩妮的眼睛，告诉她：“你长得真像你妈妈。”阿皮特呼喊众人，麦蒂喝的已经烂醉了，现在只有呼吸，整个人昏迷不醒。于是一行人赶紧开车到了医院。波杰克告诉阿皮特，医生会救麦蒂的，于是准备带着佩妮溜掉。波杰克当然明白，要是出事儿了，自己作为大人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告诉阿皮特，要是有人问起，就说他俩早就走了，也不知道麦蒂的酒是哪来的，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回到家门口，夏洛特怀疑自己做的这一切是否正确。波杰克告诉他，在成年以后，对的事不总是最好的。佩妮也只是个孩子，这些道理现在的他有些不懂，但是他知道今晚自己过得很开心，尽管过程有些扭曲，不过依旧是特别的回忆。周围的人都在把自己当孩子看待时，只有波杰克会把自己当作成年人来对待。说着在波杰克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接着还想进一步。波杰克推开了半米的距离，告诉他这不合适。佩妮却说你想做就做吧，接着骚话不断。波杰克作为成年人都听得心惊胆战。佩妮告诉他这些都是在健康课上学的。波杰克惊了，这是什么鬼健康课？但是作为成年人，波杰克给佩妮发了好人卡，接着告诉他你才17岁。佩妮依旧不依不饶，毕竟在新墨西哥州已经是合法年龄了，况且自己没有喝酒，这一点都不违法，是自己想要的。波杰克还是拒绝了佩妮，你以为你想，但其实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佩妮听完波杰克的话，哭着跑进了家里。波杰克和正在后院烤火的夏洛特回忆起之前和赫比3个人一起在电影城放飞气球的回忆，不过夏洛特只是吐槽对环境可真不好，海鸥还有可能会被噎死。波杰克问他还记得自己说过洛杉矶是个烂地方吗？夏洛特笑了笑，说自己年轻时说过好多东西，还自以为很有深度，不过现在自己已经不觉得洛杉矶是个鬼地方了，波杰克才是。波杰克有些难过。夏洛特解释道，不管是在身处何处，你的本性都不会改变，你永远无法逃避自己。波杰克吐槽夏洛特真像自己的老妈，夏洛特笑着说自己才没有。2人就这样打闹起来，接着依偎着对方。波杰克问夏洛特自己应该怎么办，总是在做出错误的决定伤害别人。夏洛特给他讲了个笑话，有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告诉他自己这样做的时候很痛，医生告诉他那就不要这样做。波杰克当然明白夏洛特的意思，2人在对视中亲吻起来，但立刻夏洛特就觉得这样做不对，拒绝了波杰克想要带自己离开的想法。波杰克告诉夏洛特，咱俩是真的，我一辈子做了那么多错事，只有这件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我花了太
多时间在一味傻等，你敢说自己没有感觉吗？夏洛特翻了个白眼，说自己辛辛苦苦才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但波杰克却像龙卷风一样闯进了自己的生活，不可能会因为在30年互相了解过彼此5分钟就破坏掉这种生活。波杰克求夏洛特不要撵自己回洛杉矶，夏洛特生气地告诉他，不管你去哪儿，但是你现在应该离开了，你让我很难过。波杰克回到自己的轮船上时，发现了守在门口的佩妮。佩妮觉得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波杰克这次不再拒绝，但糟糕的事还在后面。被荧光棒气球吸引目光的夏洛特发现了自己的女儿和波杰克搞在了一起。夏洛特警告波杰克，要是半小时还没离开自己家，那自己就立刻去报警，要是敢联系自己的家人，那一定会杀了他。最终波杰克还是乘坐着自己的逃离洛杉矶号回到了洛杉矶的家里，叹了口气，波杰克眺望着远方的好莱坞山顶，看到还住在自己家的戴安，两人相互打了招呼。 Hey, you're still here? Yep, still here.